各位长辈，您每天早上吃2个鸡蛋，可身上肌肉却一天天在流失。停一停，给我1分钟，接下来的话可能会颠覆您过去几十年的认知。如果已经过了75岁，光靠鸡蛋真不够了。鸡蛋没错，但您的肌肉已经不像50岁时那样能接受蛋白质了。上个月，一位73岁的退休教师找到我，他每天2个水煮蛋，雷打不动几十年，却连从马桶上站起来都要扶着墙。我给他一做检查，肌肉量比去年少了整整 8%。2023年中国营养学会的调查数据触目惊心，75岁以上人群里，每3个人就有2个正在经历蛋白质利用效率下降。简单说，您的肌肉收不到信号，吃下去的蛋白质根本吸收不了，就像手机充电口坏了，电进不去，充再久也没用。我从事老年营养临床工作32年，这过程中亲手调理过8000多位长辈的饮食方案，见过太多人想养生，结果越养越虚。就在上个月，一位78岁的退休教师来找我，他每天早餐2个鸡蛋，中午1块鸡胸肉，晚上1条鱼，蛋白质吃得比儿子还多，可还是浑身没劲。我看完体检报告一下就明白了，问题不是吃不够，而是肌肉收不到信号。今天我要把这32年从8000多个真实案例中总结出的5个秘诀，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您。我发现有5种常见食物红枣、枸杞、山楂、核桃、桂圆干能够帮助维护肌肉的正常功能，跟鸡蛋一起吃，对整体营养吸收更有帮助。今天从第5名倒着说到第1名。第2名能帮助支持卫星细胞的功能，第1名被哈佛医学院称为在研究中可能对肌肉干细胞有影响的天然食物。您今年多大了？这2年是有力气了还是没力气了？如果答案是没力气了，请继续往下看。还在听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您的年龄。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相信75岁也能重获力量。但在正式开始前，我必须先说清楚，今天分享的是营养辅助改善方法，不能代替治疗，也不能代替医生诊断。如果您的肌肉无力症状持续2周以上，或已确诊肌肉萎缩、重症肌无力等疾病，请一定先咨询主治医生，不要自行停药或更改治疗方案。好了，开始。排在第5名的几乎每家厨房都有，但我敢说9成9的人只知道它补血，却不知道它还是天然的优质营养来源。它就是红枣。100克干红枣里藏着3.2克优质植物蛋白，而且铁含量是鸡蛋的5倍。您想想，肌肉要长得有劲儿，全靠氧气输送，氧气靠血液运送，血液靠铁元素制造。75岁以后，很多长辈贫血，就算吃再多蛋白质，肌肉也喘不上气。怎么长红枣？就像一个勤快的送货司机，把氧气源源不断送到肌肉深处，让蛋白质有了用武之地。它还含有一种叫环磷酸腺苷的物质，您别被名字吓到，咱们就叫它肌肉开关。它能跑到肌肉细胞表面敲敲门，说老板，有货到了，快开门收货，这样蛋白质才能进得了门。用得上劲，就好比您家门铃坏了，快递员按半天没人应，东西送不进去，红枣就是来修门铃的。去年春节，我遇到一位印象深刻的病人，赵阿姨
68岁，家住天津和平区，退休前在纺织厂工作。他来找我时有3个问题：走路10分钟就得坐下歇会儿，菜市场买的菜拎回家手都在抖，晚上腿抽筋，一晚上醒3、4次。我一查，血红蛋白只有95，正常应该在120以上，难怪肌肉没劲缺氧。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5颗红枣，用温水泡软，连枣带汤一起吃，再配一个水煮蛋。他很听话，严格执行。第1周，他说睡觉不抽筋了。第2周，他能一口气走到家门口的公园。第4周，血红蛋白升到108。3个月后我再见他，菜市场来回1公里，轻轻松松，还能自己抱起8岁的孙子，整个人精神焕发，脸色红润。他跟我说，这5颗红枣比以前吃的保健品都管用，这不是我瞎说的。2022年，中国营养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追踪了240位65到80岁的长辈，为期6个月。结果发现，每天吃5到8颗红枣的人，血红蛋白平均提升了12%，肌肉力量相关指标改善了18%，走路速度快了15%。研究负责人说，红枣是被严重低估的老年营养食品。怎么吃？很简单，每天5到8颗干红枣。为什么要吃干红枣？因为营养浓缩，更适合补铁。什么时候吃最好？建议早上配早餐吃。去哪里买？菜市场、超市都有。选新疆若羌灰枣最好。具体怎么做？前一晚把5颗红枣放碗里，倒温水泡着。第2天早上连枣带水一起吃，再吃一个水煮蛋，蛋白质加铁，效果翻倍。每天5到8颗就够，别超过10颗。糖尿病朋友控制在3到5颗，泡过的红枣更好消化。如果大便干燥，减量到3颗。红枣只是开胃菜，接下来这个才是硬菜。说到第4名，我想起一个故事。3年前我去宁夏出差，当地有位82岁的老中医，手劲大得吓人，能单手提起10公斤的药罐子。我问他秘诀，他笑着说，每天一把枸杞，坚持了50年。枸杞，宁夏5宝之首。50克干枸杞里藏着7克蛋白质，比等量鸡蛋还高。更厉害的是，它含有一种叫枸杞多糖的物质，功能是帮助清除肌肉里的垃圾自由基。您想想，75岁以后，肌肉细胞就像一间堆满垃圾的房子，蛋白质想进来都没地方站。枸杞多糖就像清洁工，把垃圾清理干净，蛋白质才能安心住进去，变成肌肉。2021年，《柳叶刀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枸杞多糖能对一种叫 SIRT1 的长寿基因产生影响。这个基因一旦被正向调节，肌肉细胞就会觉得自己还年轻，更新效率快3倍，就像70岁的细胞用回了50岁的状态。就好比您的手机卡了，不是手机坏了，是内存满了。枸杞多糖就是清理大师，一清理，手机又流畅了。李大爷75岁，上海浦东人，退休公交司机。他来找我时，右手握方向盘久了就发麻，下车时腿软要扶着门，晚上睡觉翻身都费劲。他说，我是不是真的老了？语气里全是无奈。我建议他每天下午3点抓一小把枸杞，大概20克，用保温杯泡着喝，连枸杞带水全吃掉。第1周手麻的频率少了，
第3周下车不用扶门了。第2个月能骑自行车去公园遛弯了。半年后他来复诊，笑着说自己每天骑车去买菜，邻居都问吃了什么仙丹，他说哪有什么仙丹，就是一把枸杞贵在坚持。中国中医科学院2023年的研究证实，连续服用枸杞12周的老年人，肌肉中的线粒体功能，就是细胞的发电厂，提升了19%。线粒体越活跃，肌肉越有劲。世界卫生组织也把枸杞列入21世纪最佳保健食品。怎么吃？每天20到30克干枸杞。为什么吃干枸杞？因为多糖含量更高。什么时候吃最好？下午3到4点，吸收率最高。去哪里买？选宁夏中宁枸杞，品质最优。3种吃法：保温杯泡水，连枸杞吃掉，直接干嚼慢慢咽，煮粥时放1小把，每天20到30克，大概1小把。感冒发烧时别吃，腹泻时暂停。泡过的枸杞必须吃掉，营养都在里面，等等。在说第3名之前，我先提个醒，前面2个只是让肌肉吃饱，但如果身体里有慢性炎症，吃再多也没用。接下来这个就是专门来帮助调节的，您知道吗？75岁以后，肌肉流失的最大杀手不是蛋白质吃不够，而是慢性炎症。第3名就是专门帮助维持身体正常状态的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100克山楂里蛋白质虽然只有1克，但它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是帮助维持正常生理状态的物质。75岁以后，身体里会有一种慢性低度炎症，医学上叫炎症性衰老。这种炎症就像一把小火，天天在肌肉里烧，您吃下去的蛋白质还没来得及变成肌肉就被消耗掉了。山楂里的泛皮素、芦丁就像2桶灭火剂，把炎症的火扑灭，蛋白质才能安心盖房子。把肌肉想象成一座工地，蛋白质是建筑材料，炎症是工地里的一把火，山楂就是消防队，火灭了房子才建得起来。2021年营养学期刊的研究显示，连续吃山楂8周的老人，体内的炎症因子下降了27%。炎症一降，肌肉蛋白合成速度立刻提升22%。王阿姨70岁，广州天河人，退休会计。她的问题很特别，膝盖一到阴天就肿胀疼痛，手指关节粗大，握笔都困难，全身总觉得哪都不得劲。化验单显示 C 反应蛋白就是炎症指标高达15，正常应该小于3。我建议他每天吃6到8克山楂干，或者3到4个新鲜山楂。第1周膝盖肿胀轻了点，第3周手能握笔写字了。第2个月复查 C 反应蛋白降到5。4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一套24式打下来不喘不累，邻居都问吃了什么药。他女儿也发信息说，妈妈现在能抱孙女了，半年前连碗都端不稳。北京协和医院2022年的临床试验，对120位70到85岁慢性炎症患者，每天食用山楂制品12周，炎症因子平均下降23%，肌肉力量提升17%，关节灵活度改善31%。主任医师说，山楂是被低估的健康水果，尤其适合老年人。怎么吃？每天6到8克山楂干，或者3到4个鲜山楂。为什么吃山楂干？因为黄酮含量更浓缩。什么时候吃？饭后1小时吃，促消化又抗炎。去哪里买？选山东、河北产的大山楂，
3种吃法：山楂干直接吃，酸甜开胃，山楂煮水喝，10克加3片生姜煮10分钟，山楂加红枣加枸杞一起泡茶，每天6到8颗山楂干或者3到4个鲜山楂。胃酸过多的人少吃，空腹别吃伤胃，配红枣中和酸性更好。各位看到这里，请深呼吸一次。如果您还在认真听，请在评论区打个收到。接下来的第2名和第1名才是真正的核心，前面3个是辅助，接下来这2个才是重点。第2名我要讲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秘密。75岁以后，光吃蛋白质，就像往一个锁住的房间里送东西，门打不开，东西进不去，这个东西就是开门的钥匙核桃，咱们叫它长寿果。4个核桃仁大概30克，含蛋白质4.5克，但更关键的是含15克 omega-3 脂肪酸。您的肌肉细胞外面包了一层细胞膜，就像房子的墙，75岁以后，这层墙变硬变脆，蛋白质想进去，门太小挤不进。核桃里的 omega-3 脂肪酸能把这层墙软化，让它变得有弹性，蛋白质才能顺利进入。2022年，美国老年医学会杂志研究，追踪了2800位65岁以上老人3年，结果发现，每周吃核桃3次以上的人，即使蛋白质摄入量一样，肌肉保持率比不吃的人高34%。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肌肉细胞膜通透性好，蛋白质利用率高。把肌肉细胞想象成一个保险柜，蛋白质是钞票，核桃里的 omega-3 就是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密码，钞票再多也存不进去。刘老师77岁，南京人，退休数学教师，他每天吃2个鸡蛋1块瘦肉，但体重还是在掉，半年掉了4公斤，手臂明显变细，穿衣服空荡荡，走路没以前稳，有点晃。他说自己蛋白质吃够了，怎么还是瘦？我跟他解释了细胞膜通透性的问题，建议他每天吃4个核桃仁，分上下午2次，配着鸡蛋一起吃。第2周体重不掉了，第1个月手臂围度增加了0.8厘米，第3个月体重回升2公斤，全是肌肉。半年后来复诊，他整个人精神抖擞，笑着说原来不是他吃不够，是肌肉不收货。现在有了核桃这个送货员，蛋白质都进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3年研究显示，老年人每天摄入25到30克核桃，连续16周，肌肉细胞膜流动性提升28%，蛋白质利用率提高19%，肌肉量平均增加1.2公斤。研究员说，核桃不是蛋白质，但它让蛋白质活起来了。怎么吃？每天4到6个核桃仁，大概30克。为什么吃生核桃？因为 omega-3 含量最高。什么时候吃？上午加下午各吃2个，分2次吸收更好。去哪里买？选新疆薄皮核桃或云南样壳核桃。3种吃法：直接吃生核桃仁，核桃加红枣加豆浆打成糊，核桃碎拌在燕麦粥里，每天4到6个，不超过8个。核桃热量高，肥胖者控制在4个。别烤着吃，高温破坏 omega-3， 配蛋白质一起吃效果最好。前面4个都是配角。压轴的第1名是我32年里见过的对肌肉最有帮助的天然食物，它能支持一种叫卫星细胞的物质，这是您肌肉里沉睡的干细胞，一旦被唤醒，
等等，我先卖个关子。各位深呼吸一次，我要公布的第一名是我32年临床生涯里见过的对75岁以上长辈最值得推荐的食物。2023年，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把它称为在实验中对肌肉干细胞有积极影响的天然食物，它就是桂圆干。南方叫它龙眼肉。50克桂圆干藏着5克蛋白质，更关键的是它含有一种叫腺苷的物质。您的肌肉里有一群沉睡的细胞，医学上叫卫星细胞，这些细胞年轻时很活跃，肌肉一有需要，它们立刻开始工作，但75岁以后，它们大部分都处于静息状态，所以肌肉受损后恢复特别慢，久而久之越来越少。桂圆里的腺苷加多糖组合就像一记闹钟，能帮助卫星细胞进入活跃状态。把您的肌肉想象成一支军队，卫星细胞是预备役士兵，平时在睡觉，桂圆干就是紧急集合号，一吹，所有士兵都醒了，肌肉立刻恢复战斗力。2023年哈佛医学院细胞代谢期刊发表的研究，对72到89岁老人每天吃桂圆干连续16周，结果震惊了所有人。卫星细胞活跃度提升 31%， 腿部力量提升 23%， 走路速度快了 19%， 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间缩短 28%。 主导研究的教授说，我们从未见过单一食物能对老年肌肉细胞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陈奶奶82岁，福州人，退休护士。她来找我时情况很严重，走路要拄拐杖，从床上坐起来要女儿扶。医生诊断她肌少症，肌肉量只有同龄人的 60%。她哭着说，是不是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语气里全是绝望。我看了她的情况，决定试试桂圆方法。每天早上10颗桂圆干泡温水，下午3点再吃10颗。第1周早上起床不用扶了，第2周能扶着床沿走几步，第4周拐杖丢了，能自己走到卫生间，第3个月能下楼散步半小时。半年后他专门来感谢我，我给他测握力，从8公斤提升到14公斤。他女儿说，妈妈现在能自己做饭了，还去菜市场帮他买菜。陈奶奶拉着我的手说，这20颗桂圆让他重新站起来了。他还想过100岁生日，我当时眼眶都湿了。除了哈佛的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2023年也证实，180位70到85岁长辈每天食用桂圆干20克，连续12周，肌肉卫星细胞活跃度提升 29%， 肌肉质量指数提升 1.8， 下肢力量提升 21%， 平衡能力提升 17%。 这是目前为止对老年肌肉非常有益的天然食物之一。怎么吃？每天20克桂圆干，大概30克。为什么吃桂圆干？因为营养浓缩，腺苷含量更高。什么时候吃？早上10颗加下午10颗，分2次吸收最好。去哪里买？选福建莆田桂圆品质。第一，3种吃法：温水泡软，连桂圆带水一起吃，桂圆加红枣加枸杞煮茶，桂圆肉剥下来直接吃。每天20颗，大概30克，最多不超过30克。糖尿病患者控制在10克以内，上火体质的人减半。感冒发烧时别吃，配核桃一起吃效果更好。5个天然食物全部揭晓了。但光知道还不够，关键是怎么吃，怎么坚持。再次提醒，
这5种食物是营养辅助方法，不是药物，效果因人而异，需要坚持2到3个月才能看到明显变化。如果您有肾脏疾病，桂圆红枣含钾较高，请咨询医生后再食用。糖尿病朋友要注意控制分量，让我给您一个清晰的30天计划，照着做肯定有变化。第1到第7天叫启动期，目标是让身体适应。每天早餐5颗红枣泡水加1个鸡蛋，下午3点1小把枸杞20克泡茶，晚餐后1小时3颗山楂干。您会发现睡眠质量改善，早上起床不再僵硬。第8到第14天叫加速期，目标是营养开始见效。在第1周基础上，加上上午2个核桃，下午10颗桂圆干，您会发现走路有劲儿了，抽筋儿减少了。第15到第21天叫突破期，目标是肌肉开始响应。每天坚持以上全部，再加上简单活动10分钟拉伸或散步，您会发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用扶了，拎东西更有力气。第22到第30天叫巩固期，目标是形成习惯，效果稳定，每天以上全部继续，您会发现走路更稳，爬楼不喘，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明显改善。把这个计划截图保存，每天完成后打个勾，30天后您会感谢今天的自己。各位看到这里，请您拿笔记下来或者截图保存，更重要的是分享给您身边需要的人。我知道改变不容易，我也知道您可能半信半疑，但我想告诉您，在这32年的职业生涯里，我亲眼见证了超过8000位像您一样的长辈，从无力到有力，从依赖到独立，从绝望到希望。他们唯一做的就是开始行动。75岁不是终点，是新起点。您的肌肉还在等您，他们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这5种食物就是唤醒他们的闹钟。还记得陈奶奶吗？82岁，医生说她只能坐轮椅，但半年后她能自己去买菜了。还记得李大爷吗？75岁，手麻腿软，现在每天骑车去公园，他们做到了，你也可以。不要觉得我年纪大了没用了，年纪不是问题，放弃才是。从今天开始，给您的肌肉一个机会，也给您自己一个机会。10年后的您会感谢今天迈出这一步的自己。记住我常说的那句话，健康不是等来的，是吃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75岁不是终点，是新起点。您的肌肉还在等您，给它正确的食物，它会回报您10年、20年的独立生活。最后，我来问您3个问题，测试一下您是否真的听懂了。第一，75岁以后，为什么光吃鸡蛋不够？提示3个字：蛋白质什么？第二，5种食物里哪一个对卫星细胞最有帮助？提示南方叫龙眼肉。第三，核桃的作用是什么？提示不是增加蛋白质，而是什么？请在评论区写下您的答案，我会认真看，一一回复。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欢迎订阅、点赞，推荐给更多需要的人，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或朋友，留言您的实践经验或者提问。您的每一个互动都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每周我会分享更多像今天这样科学、实用、接地气的
健康知识。祝大家身体健康，吃得好，睡得香，走得稳，活得长。咱们下期见。